這2天有個驚天動地的大新聞，說特朗普大手一揮，直接退出了66個國際組織。這操作把那幫在日內瓦布魯塞爾那個聯盟裡的辦事員們都看傻了。就在大家以為美國要搞孤立主義，不再管世界閒事的時候，他反手就是一個超級加倍，提拔美國的軍費預算從原來的1萬億美元直接幹到了1.5萬億美元。大家可能对1.5万亿没啥概念，這麼說吧，這不僅僅是錢，這基本上相當於把人類歷史上大部分國家的 GDP 拿來全部燒掉，變成火藥、芯片和特種鋼材。很多人覺得特朗普退群是衰落的表現，是美国玩不起了，大錯特錯。如果我們把退群和加錢這2件事連起來看，你就會發現這哪裡是衰落，這分明是解除封印。在過去的幾十年裡，美國雖然是世界的帶頭大哥，但这大哥當的其實挺憋屈，又要給小弟發糖，又要聽各種人權委員會、貿易委員會的嘮叨，還得遵守一堆自己當年定下來的條條框框。在特朗普看來，這些國際組織就像是《格列佛遊記》裡那些捆在巨人上的細繩索，每一個組織、每一條條約都在限制美國的手腳。他的邏輯很簡單，我明明能一拳解決問題，為什麼非要跟你們坐下來辯論這拳頭合不合規矩？既然我的肌肉塊頭是你們的100倍，那我為什麼要遵守你們制定的不許用力過猛的規則？所以退出66個組織邏輯非常清晰，我不裝了，我攤牌了。以前美國需要這些組織來維持軟實力，現在有了這1.5萬億美元，美國打算直接用硬實力說話。這省下來的不僅僅是那一丟丟會費，更重要的是戰略自由度。以後美軍想在哪兒建基地，不需要跟當地環保協會商量，想用什麼黑科技武器，不需要在這個那個公約上簽字。退群是為了騰出雙手，去握緊那根即將變得更粗、更硬、更嚇人的大棒。那麼問題來了，這憑空多出來的5000億美元，加上那原本1萬億的底子，這筆足以買下半個地球的天文數字，到底會花在哪裡？五角大樓的那幫將軍們估計做夢都要笑醒，因為這筆錢實在太多了，多到他們可以把以前只能在 PPT 裡畫的大餅全部變成真家伙。首先必須要提的就是特朗普的親兒子太空軍，在這1.5萬億的預算裡，太空軍絕對是拿大頭的，而且是那種讓人瞠目結舌的大頭。以前咱們覺得太空站就是發幾顆衛星監視一下，但在1.5萬億的加持下，太空軍的玩法將發生質變。這筆錢會用來打造真正的軌道控制權。你得知道，特朗普一直有個執念，就是美國必須擁有星球大戰級別的能力。這筆錢會大量投入到天基打擊系統中。還記得傳說中的上帝之杖嗎？那是科幻小說裡的東西，用烏棒從太空砸向地面，威力堪比核彈，但沒有輻射。雖然技術上有難點，但只要錢到位，類似的动能武器並不是不可逾越的鴻溝。美軍要確立的是一種我在頭頂看着你，想什麼時候砸你就什麼時候砸你，而你連抬頭看我的資格都沒有的能力。此外還有衛星星座防禦計劃，以前打衛星還需要從地面發導彈，太慢而且容易被攔截。現在美軍搞的是殺手衛星，在軌道上直接巡邏，平時偽裝成普通碎片，一旦翻臉直接變軌撞擊，或者伸出機械臂剪斷對手的太陽能板，甚至用高功率微波燒毀對方的電路。配合反高超音速預警系統，數千顆低軌道衛星組成的網絡，能把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的熱源看得清清楚楚。這部分的錢花下去，美軍就不再是僅僅在地球表面上爬行的軍隊了，它是懸在所有人頭頂的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劍，且這把劍是全自動智能化的。除了天上飛的，還有那個最讓人心驚膽戰的領域——核武庫。這1.5萬億裡，至少有4000億會用來給美國的核牙齒進行一次徹底的換血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美國現有的核武器雖然數量多，但很多是冷戰時期的老古董。民兵3洲際導彈用的是上世紀70年代的技術，有些控制系統甚至還得用軟盤。特朗普這人喜歡新，喜歡大，喜歡閃亮，他絕对容忍不了自己的核大棒生鏽。這筆錢會來實施人類歷史上最昂貴的核武更新計劃。首先是哨兵導彈項目，這將全面替換掉那幾百枚埋在地下的老式導彈。這不僅是換個導彈那麼簡單，而是要把整個發射井、指揮系統、通信網絡全部數字化、抗干擾化。更恐怖的是海基力量，哥倫比亞級戰略核潛艇，這玩意兒被稱為末日機器，一艘核潛艇攜帶的核彈頭足以毀滅一個大洲。現在的俄亥俄級雖然還能用，但不夠無敵。有了這筆錢，美軍能保證紐波特紐斯造船廠24小時連軸轉，像下餃子一樣下核潛艇，而且這些潛艇將更安靜，潛得更深，待得更久。再加上 B-21突襲者隐身轟炸機的量產，這東西長得像個飛碟，
隱身性能好到雷達屏幕上可能只顯示是一隻鳥。特朗普的邏輯是建立一種絕對威懾，就是那種你別說打我了，你只要有動手的念頭，我就能讓你回到石器時代的壓迫感。當然，光有核武器那是同歸於盡用的，常規戰爭還得靠海空軍。在這方面 1.5 萬億將催生出真正的幽靈軍團。現在的 F-35戰機雖然厲害，但在拿到了無限預算的美軍眼裡，那已經是低端機了。這筆錢會瘋狂砸向下一代空中優勢戰機項目。NGAD 不僅僅是一架飛機，它是一個系統。未來的美軍飛行員開着一架有人駕駛的長機，周圍會跟着5、6架甚至10幾架由 AI 控制的無人機。這些無人機有的負責擋導彈，有的負責偵察，有的負責自殺式攻擊。到時候美軍的一個飛行員控制的不是一架飛機，而是一個攻擊機群。這直接改變了空戰的邏輯，從騎士對決變成了帶着狼群狩獵。而在海上，鑑於航母太貴且怕死，美軍會利用這筆錢打造無人艦艇幽靈艦隊。幾千艘無人軍艦不需要睡覺，不需要吃飯，不需要心理輔導，就在大洋深處遊蕩。他們帶着導彈和聲納，像幽靈一樣封鎖航道。這錢足夠美軍把大洋填滿，讓任何對手的潛艇剛出港口就被盯上。最可怕的是那些我們在科幻片裡才能見到的前沿黑科技，將在金錢的破解下成為現實。這就是超能力最不講理的地方。高超音速武器起步晚了，沒關係，砸錢，砸出哪怕單價1億美元一枚的導彈。只要能飛20馬赫，美軍就買得起。定向能武器還在試驗，沒關係，砸錢。有了這筆錢，美軍能把激光炮裝上驅逐艦，甚至裝上飛機。攔截導彈不再需要發射攔截彈，直接一道光過去，瞬間燒穿。還有軍事 AI 與量子計算，將戰爭指揮交給超級計算機。這 1.5 萬億能挖空硅谷所有的 AI 人才，打造一個真正的天網系統，通過大數據預測對手的行動，在戰爭開始前就鎖定勝局。那麼咱們說了這麼多花錢的地方，這種史無前例的氪金行為對美軍未來究竟意味着什麼？首先，這將帶來真正的全域碾壓能力。以前我們說美軍強是因為它航母多、飛機多，那是數量優勢。未來美軍的強將是维度上的压制。當別人還在研究怎麼打坦克戰、怎麼搞步坦協同的時候，美軍可能已經在外太空鎖定了你的指揮部，或者用 AI 控制的納米蜂群无人機癱瘓了你的整個通信网。這就像是拿機關槍去打着拿長矛的原始人。這 1.5 萬億買來的是代差，美軍將不再追求打贏戰爭，而是追求零傷亡的單方面碾壓。這種心理優勢是巨大的，它會讓任何潛在對手在扣動扳机前先被這種絕望感壓垮。其次，這將引發一場軍工領域的大爆發。咱们老說軍工複合體吞金，但換個角度想，波音、洛馬、雷神這些公司拿到了這筆天文數字的訂單，他們會幹什麼？他們會瘋狂招人，瘋狂研發，大量的資金會流入基礎材料學、流體力學、人工智能領域。這不僅會讓美軍裝備更新換代，甚至可能反哺民用科技，就像當年的互聯網和 GPS 都是軍轉民一樣。這 1.5 萬億可能會催生出下一代的能源技術和推進技術，美國將再次成為全球軍事創新的絕對引擎，把其他國家遠遠甩在身後，連尾燈都看不見。更重要的一點，這筆錢將賦予美軍不需要盟友的獨立作戰能力，這才是特朗普推群的終極邏輯。以前美軍打仗得拉着英國、法國借他們的基地，用他們的後勤，還得聽他們嘮叨附帶損傷。現在預算翻到 1.5 萬億，美軍可以把補給艦造得比別人的航母還大，可以把運輸機隊擴充1倍，可以建設無數的海上浮動基地。未來的美軍可能真的能實現全球即時打擊，無需第三方過境，這對於美軍來說是極大的利好。沒有了盟友的拖累，沒有了各種條條框框的限制，指揮鏈會極度簡化。總統一個電話，半小時後 B-21就在地球另一端投彈了，中間不需要經過任何國家的領空許可，也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臉色。這種獨狼式的超級霸權才是特朗普心中真正的 mega。 最後，這還會產生一種對全球人才的虹吸效應。 1.5 萬億美元的蛋糕不僅僅是買鐵疙瘩，更是買腦子。全世界最聰明的科學家、工程師、數學家看到美國國防部開出的那些不計成本的研發項目，看到那些只存在於理論中的物理實驗有无限的資金支持，他們會怎麼想？他們會蜂擁而至。這筆錢會把全球最頂尖的智力資源吸入美國的軍事科研體系中，這才是最長遠的影響，保持美國在智力上的絕對統治地位，讓對手不僅在裝備上落後，在腦子上也追不上。說到這兒，咱們可以來做個總結了。美國退出了那66個礙手礙腳的國際組織，把軍費砸到了 1.5 萬億這個恐怖的數字。這實際上是在向全世界宣告一個新的真理：在絕對的力量面前，規則是多餘的。這 1.5 萬億美元不是簡單的通貨膨脹，它是美國將國運押注在軍事霸權上的一次豪賭。而且看牌面，這手牌強得離譜，它會花在讓 B-21飛得更高更遠上。
花在讓核潛艇潛得更深更近上，花在讓激光武器更準更狠上。這不僅僅是增加了5000億美元，這是給美軍這台戰爭機器換上了一顆核動力的心臟，並且拆掉了所有的限速器。對於美軍來說，這意味着他們將擁有在這個星球上想打誰就打誰，而且不需要跟任何人解釋的能力。至於退出的那些群，用特朗普的邏輯來看，獅子走在草原上，從來不需要加入綿羊的互助會。當你的軍費是世界第2名到第10名總和的2倍甚至3倍時，你就是規則本身。這1.5萬億買的不是安全感，買的是統治力。它構建的不僅僅是一支軍隊，而是一個讓所有人都必須仰視的鋼鐵蒼穹。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裡，雖然我們常說錢不是萬能的，但在軍事領域，當錢多到一定程度，產生量變引發質变的時候，它確實能買來绝对真理。這就是超能力的究極形態，也是美利坚這部戰爭機器全功率運轉後的真實面目。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，可以在評論區留言。我是火力軍。在這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，讓我們保持關注，保持憤怒，也保持思考。你的每一次點讚和轉發都是对深度思考的支持。咱们下期接着聊那些更離譜的戰爭故事。好的，各位觀眾朋友們，我們頻道一直在聊真實的軍事資訊和武器裝備，後台也經常有朋友問，有沒有值得推薦的入門級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觸到的產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還原度做得相當不錯，比例準確，武器上的一些關鍵細節和標識也都有體現，材質也說得過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錯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備一定的可動性，對於理解基礎操作原理有一定幫助，讓它不僅是個靜態擺件。綜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來看，價格確實比較親民。對於想入門模型收藏，或者單純想在桌上貼一個擺件的朋友來說，是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。商品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，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